上期视频有人调侃我说好了每期都露点脸，结果人没影了，咋回事呢？这个是我，这个是我，这个还是我。鄙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除非给我一个能交1000万贴朋友的超能力啊！总之，首先可喜可贺，古代后勤这个系列又更新了，然后可喜可贺，这期久违的更新，不是恰饭，单纯只是想起来啊，还有这么一个系列不做不合适而已。那么续着上期总结的秦在战国时代的后勤思想核心，这一期我们就用秦始皇，不对，放错图了，用秦始皇的作为来更详细的解释一下。OK， 正片开始。尽管嬴政没有直接的指挥六国的战争里面的任何一个战役，但是人家作为大秦之主，所有军事行动的运作依然在指导思想与运筹帷幄的整体体系之中是顶点，这就让这位构筑了华夏第一个统一且完备的国防体系的人，一生之中并不存在的鸿篇巨制，透过他的国策举措，从而让我们可以清晰得见。这也是人有三立中立功这个概念的典范。换成目前比较网红的说法，就是牛人不需恶臭宣传，而自有大儒为其辩经也。而后世大儒们为秦皇后秦体系的归纳，则可以凝练为3大要义，即耕战重农、统一度量、大兴土木。首先是耕战重农，对于历史有基本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历代秦王都对法家学说推崇备至，而法家恰恰是农战论的坚实拥趸。该理念在政策层面的具体体现可以分为2部分：开源节流。节流就是统一之后颁行的前手自食田之令，命令要求地主及有田之民需如实申报田亩数量，以便据实征税，战时则可以转为军事储备。这种地缝里抠骨头的行为呢，各位就可以非常暴力的理解为内卷。那么卷过的各位也知道，在技术与作物产量没有突破的前提之下，凭借精耕细作往死里卷，除了能搞出一大堆不靠谱的先人之外，没有什么意义。于是秦始皇就把视野望向了那些未开垦的土地，老子开源不行吗？遂动员数十万民众开始迁徙边陲啊！这动员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仅前2219年就有3万户奔赴今日山东州城东南的琅琊台，212年又有5万户被移居到了陕西淳化以北的云阳。这些举动毫无疑问推动了边疆的经济开发，增加了政府的纸面税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大家好好过日子不作死，那皇帝的确能增加税收，百姓也的确会念皇帝的好。但是秦在征税尺度上是秉承法家家不激素这个观念的，这就导致百姓的高脂几乎被榨干了，然后黎民终年辛劳而颗粒无收，再加上开荒本身就有一定的成本，这就导致大量的垦荒某种意义上反而害了秦朝。就这还没完，秦朝还统一的度量衡，这种在历史的长卷中镌刻下华夏大一统之烙印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但表面的秩序井然之下，民间的各种各样的小算盘可谓暗潮涌动。简单的说呢，就是战国七雄之前各有一套货币体系，秦统一6合之后，旧币需悉数替换为官方的半两钱，之前的老币就不管用了。那么废弃的这些币多数就回归中央熔铸，再加上各类的珠玉、龟背、银锡等等，也都丧失了货币属性，这就让价值重估的过程充满了可操作空间。毕竟封建时代信息不流畅啊，你懂我懂大家懂。而在宏观上呢，就颇有几年之前邻邦印度突然就废了纸币的那个风范，非常抽象。不过平胸而论，在宏观视角之下，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也确实大大减少了各地征税时的折算损耗。自前211年开始，万物皆以24铢为1两，16两为1斤的标准去度量衡，有力的集中了国家的财富，也确保了军费与财政的收入的稳定。不过凡涉猎过文明系列或帝国时代系列的朋友应该知道，人富了之后吧，往往就喜欢砸奇观，那帝王亦不能免俗啊！你看6国北方的旧长城有用但不多，而且稀稀疏疏的，麻麻咧咧的，还尺寸不一，妈用着也难受，看着也难受，不行，必须得搞它。于是史料记载，秦一边灭6国，一边就在着手整合各地的长城，然后凭借长城的迅捷的信息传递，节省戍边兵力以及天然叠甲的防御优势，一度迫使匈奴退避700里之外，有效地捍卫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农耕与民生。然而造奇观的代价是令人啧舌的，修长城这好吗？好，但是损耗堪称天文数字。举个例子，
秦历中规定，每个壮丁必须为政府服役1年，这1年之中要从事筑城等工役。但是因为工程实在是太浩繁了，许多这样的壮丁，他的1年役期就被无限期的延长。即使有10数万戍边的军士与大量的囚犯来协力，仍然需要从全国征调民力，才能勉强满足需求。这些呢，在张维华先生的《长城监制考》里面估算，参与修筑长城者前后可能不下数百万人，说是竭尽全国之力，一点都不夸张。而且这还只是人力的损耗，尚未计入物资之巨。而仅从史料中秦在一统之后征领20倍于古之语就可见一斑，加之途中的物资和人力的运输是一定会有损耗的，这就导致长城之下白骨累累。史书记载，尸横遍野，民生凋敝，财竭成空。另外，长城还只不过是秦帝国庞大后勤保障体系的冰山一角，要支撑它的运作，还需要打造专属的运输工程。为此，早在公元前220年之前，秦就开始渐次的拆除各国的那些旧堡垒，统一道路规格。至220年拆除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又以咸阳为轴心，向东延伸至齐鲁，向南直达楚。212年又向北铺设至九原郡，3条主干道来统筹全国的兵力、运输、物资。这3条主干道不仅大幅提升了6国内部调兵遣将与输送粮草的效率，而且耗费了更多的无法过量的人力物力。如果你听到这儿呢，你可能觉得我有点黑屁，但是听我一言，古人云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生产力关系、市场经济与国力动员能力都不够协调的时代背景之下，帝王的雄图伟略最直观的表现方式其实是对百姓无休无止的剥削。老百姓本身是感觉不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奇观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实际改善。这种现象在隋朝是很明显的，隋文帝乃至隋炀帝与秦始皇都是怀揣着宏大的愿景，而且也都一统了天下的壮举非常非凡，因而他们也就自我膨胀严重的高估了自身的实力，导致他们在内部整合还未完善之际便急于大展拳脚，最终导致2个王朝都是短命30而终。一切的功业所成都成了后续的汉唐的嫁衣。这话呢，意思就是人和政权你都要有度，或者说你对你自己的定位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得有逼数。在饱受压迫的老百姓看来，帝王的崇高理想与战略眼光在能否果腹面前都是放屁。这就导致你无法理解，我也无法理解，区区50万卢布就能够让某些边远贫困地区的人跑到莫斯科去大开杀戒去。那实际意义上是人穷到一定境界的时候，那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此汉初的时候虽然无力实现均田，但是他也在文景之治中力求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进而保障了汉朝能够延绵更长的国祚。那么下期我们就来看一下延绵这些国祚完了之后的汉武帝到底是开始怎么折腾。OK， 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